中東戰火都還沒有停息，現在是不是川普又要對第8國來開戰了呢？消息一出，震撼全球哦！難道川普從中東一路要繼續打到非洲去嗎？美軍恐怕再陷泥淖當中。而反恐，他說目的是要反恐，是不是假的呢？這背後我們要來拆解，是否有美中搶礦的這個利益之爭呢？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做深度的剖析。好，來看到川普說的，有可能要增加一個新的軍事行動了。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獨家披露說，川普呢現在正在評估接下來是否對非洲國家馬利來派遣美軍打擊當地的基地組織，主要就是要打擊他認為是當地的恐怖組織哦。那麼，如果計劃成真的話，代表是川普的第2任期內，這是他要軍事介入的第8個國家，從包括了伊朗，先前我們談的也門、委內瑞拉，一度現在要擴張到非洲國家去了。表面上，川普說：“我今天要出兵，原因是為了反恐。”但真的是嗎？所以今天帶觀眾朋友一一的來拆解。我們先來看到馬利這個地方，不只有恐怖組織，它也是非洲的一個資源站的最前線。馬利其實長期被這個恐怖組織威脅，包括了這個當中有這個穆斯林組織跟伊斯蘭等等的組織武裝勢力，在近年不斷的在當地擴大。那麼根據了解，他們不只是攻擊當地的政府軍而已，並且也掌控了該地的礦區，尤其呢，他們會去開採的是當地的黃金哦。那麼透過非法採金獲取了資金之後，來購買武器，他們就可以招募一些新的成員加入他們，所以形成了一個叫做礦產養戰的一個模式。那馬利之所以備受關注，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它背後擁有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首先呢，我們來看到呢，它是非洲最重要的黃金生產國，並且裡面呢含有豐富的鋰礦甚至是这個非常多的其他的資源。那在當地呢，剛好現在我們知道這個 AI 佔全球的電動車佔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就會爭相來馬利這邊做開採。那尤其中國大陸早就已經在馬利這邊西非國家開始做了布局，包括了中國大陸一家非常大的鋰礦企業，早就已經正式跟馬利的大型鋰礦合作簽約了。那麼現在中國大陸來看到它的鋰礦持有量，預估到2030年可以達到將近40%的持有權，也難怪現在美國要這麼的緊張嗎？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有可能川普出兵打所謂的第8個國家嗎？出兵的原因表面上說是打恐怖組織，這背後會不會如果來做拆解，跟中國大陸要拼打資源戰有沒有關係？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有關係因為我們都知道馬里這個地方是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之一，也是法國的勢力範圍。但是在2022年的時候，法國被整個趕出去了法國在裡面介入了10年的他們的內戰，最後打不贏後來法國人就撤走了，撤走以後就撤到阿爾及利亞跟這個俄羅斯的部隊就進行了合作的一個計劃。但是到目前為止，法國的勢力就進不了這個馬里了。現在馬里本身的政府有效的控制，但是內部裡面確實是有蓋達組織、基地組織，還有極端的這個伊斯蘭組織都在裡面，派系部落很複雜美國現在是假借要用反恐的理由要進入馬里，其實他是想要對於當地的政府構成軍政府構成影響力、構成威脅，然後來取消或者是透過威脅的方式要他去改變跟中國的合作計劃。中國跟馬里的合作關係其實由來已久，而且中國的做法跟歐美人的做法不一樣。法國人他們是採用軍隊去控制這個地方，扶持他們的政府，然後去掠奪他們的資產。所以不但有法國的礦業公司、加拿大的礦業公司都進去，他們是採用這種方式。美國看起來也是西方的國家，他们也會採用這種控制政府的方法來去掠奪資產，這是歐美的國家的採用的方法。中國不是，中國是先幫你解決問題。在馬里有一個傳說不是傳說，是有一種樹，他們叫中國樹。這個中國樹呢是治什麼呢？它味道很苦，它的葉子很苦，但專門治瘧疾的。瘧疾這個在當時在馬里，它肆虐了很久。那中國幫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我種瘧疾，我種這個樹來，我把樹引進來，到處種這個樹，然後讓你解決你的瘧疾問題。所以他就已經贏得了這個居民的好感。另外，
它的這個礦業的一個合作。我舉一個例子，2024年的時候，你剛剛講的鋼豐，鋼豐企業集團就標下了最大的這個鋰礦啊。那現在美國很眼紅，是因為電動車，電動車它所要用的電瓶、電池、鋰礦是重要的材料，還有電動車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是銅，而馬里也有銅。因為我們都知道電動車它是用線牽拉的，所以它銅也成為一個電動車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那這個部分裡面，絕大部分的礦業都是掌握在中國的手中。是。那今年2026年的1月，紫金，我們都知道福建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紫金礦業公司，它目前來講是中國大陸最賺錢的公司，它用完全現金的方式買下整個金礦，就是他拿到的金礦權是用現金支付，那你想當地政府當然很開心嘛，所以紫金礦業也進來，海南礦業也進來了，海南礦業也就是跟他們的鋰礦來合作，那中國大陸採用的一個方法就是說，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中央政府合作，然後在這個地方採礦的時候，也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不過歐美人他們老是用慣常的一個手法，說你污染大地，然後要發動這些所謂的環保人士去抗議。但這套方法在非洲效果不大。他能夠拍一些畫面，在國際輿論上，然後再透過西方的媒體來去譴責那個中國大陸。但是當中國大陸的發展跟地方跟中央政府的利益結合的時候，那它的基本上的關係就比較牢了。所以我覺得歐美人採用的這個輿論戰的方法，然後再採用去顛覆你國內政府的方法，我覺得這個通常都會陷入不斷的內戰。好，所以這背後這一場川普可能要打的第8國戰爭背後，主要就是一場戰略資源戰。那美國試圖希望能夠控制軍政府，也阻斷軍政府非洲的軍政府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那川普真的會去打這場仗嗎？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打下去的話，就等於一路從伊朗、委內瑞拉，甚至到非洲國家的馬利去，他會不會再讓自己陷入這一場泥淖當中呢？那酈將軍要怎麼看？我們講說師出有名哈，那美國這一次如果說是川普要出兵薩赫爾地區來講的話，他用的是什麼名義？他當然打的招牌叫做反恐，可是第一個你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你這個反恐只是你這個準備搶鋰礦的一個理由而已了啊，因為薩赫爾地區其實這個。他們裡面的國內的形勢非常複雜哈，薩赫爾總共包括3個國家，包括到尼日、布吉納法索還有馬利這3個國家哈。這3個國家裡面，第一個他們自己本身的政府都是軍政府，它不是民選的政府。那第二個，他們這個地區裡面有很多確實不錯，是有很多的美國稱他們叫做恐怖組織，也就是我們講的 ISIS， 還有這個所謂的基地組織等等這些哈。美國稱這些組織是這個恐怖組織，可是你要知道，這些恐怖組織，它在當地來講的話，它跟在中東地區是不一樣的，因為中東地區的組織，這些所謂恐怖組織，它具有攻擊性，它會對全世界發動聖戰。但是在西非這個地方來講的話，他們這些組織可能他們要求的只是2個目的，第一個就是說，他要求地方治理單位要按照他們伊斯蘭的律法來實施治理啊，但是並沒有要對全世界發動聖戰的，也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意圖哈。那第二個，我認為這些基地組織他們大概要求的就是要有錢了哈，所以他們會去跟軍政府來講爭奪礦產。所以事實上，這地方的老百姓啊，他會受到3方面的壓力。第一個是軍政府對他們的壓迫力量，第二個是這些這個恐怖組織對他們壓迫力量，第三個你知道是哪邊嗎？不就是俄羅斯的所謂的這僱傭兵哈？是，因為是軍政府，因為怕自己能力不夠，所以會跟俄羅斯聘請一些僱傭兵。那這些僱傭兵也會在當地攫取他們所要獲得利益。我們經常講說血礦、血脈礦哈、血鑽石哈，就是把老百姓壓迫去挖這些礦產來獲得當地的或者他們自己本身的團體的利益資源。那美國這次川普很明顯的，因為中國在這方面來講已經經營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我特別要強調哈，尤其是馬利這個國家，它可以說是世界第1大的鋰礦的這種鋰礦的礦產國家哈，礦源的國家，它沒有產出來，它是這個礦產非常豐富，是世界第1大的蘊藏量。那中國來講，這方面已經投資進去了，所以川普當然要搶奪鋰礦，因為未來我們知道所謂能源，你如果電能來講，你要儲存能源
儲存電能來講的話，你就少不了鋰這種元素。那中國因為在這方面已經投資了，那美國我認為川普這次來講，他就是借着反恐為名，他主要就是想要這個干擾或者是挟持地方的這些軍政府，來避免中國來獲取這些鋰礦的資源。但是我認為美軍來講，這次他可能沒有能力再踏入這個戰爭的泥淖裡面哈，否則的話會這個永無脫身之日。好，所以我們現在也持續關心說，美國為什麼要打這一場仗？剛剛酈將軍也幫我們特別看到了嘛，現在科技戰大家要做這個電動車，所以一方面川普希望能夠介入這邊拿到鋰礦，那另外一方面，這背後是不是也是他希望能夠掌握政治籌碼呢？再來就是說，他希望掌握這個政治籌碼，如果出兵，美國真的有能力拿下這個地方嗎？我們先來看到說，他為什麼要介入，就是因為也跟政治也有關係的。現在呢，川普面臨的是期中選舉的壓力，而且民調60%美國人不滿他的經濟表現，甚至是連 Mega 派也都不挺他了。他們認為現在美國國內的通膨、物價、經濟狀況很不滿，所以或許川普希望能夠發動一場戰爭來提振甚至是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但是我們也問的第二個問題說，他有沒有能力再繼續打呢？這一場戰爭，要知道過去曾在阿富汗，美國投入20年，耗資數兆美元，也都沒有辦法來穩定當地的局勢，再陷入另外一場戰爭，還有加上現在美國陷入的中東戰事等等，美國真的有能力繼續打下去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美國沒有能力打，美國人現在連打伊朗都沒能力了，那怎麼可能會再去打馬利呢？馬利這個法軍打不下來，然後呢，當地的政府軍以及就是一些甚至俄羅斯這個應該也算僱傭軍吧，那其實都在這裡面深陷泥沼，那這裡面其實錯綜複雜。2021年政變，去年他整個就退出西非的經濟共同體，這裡面的混亂，其實真的這些各個勢力只求自保，然後整個基礎設施非常的落後啊，然後彼此的這個仇恨，部落之間其實很複雜的。這個你可以想象得到，這個其實比打阿富汗簡單不到哪裡去。所以我覺得美國太低估就是說馬利的這個情況，但他為什麼覺得就是可能放出這個風聲，放出風聲可能要去平衡在伊朗的這個情況，也許是不是真的去試探說有打這個可能性。是。第二個就是這裡中國大陸這個鋰礦其實是的的確確是對美國而言，它現在全球也都在去跟中國大陸有關於所謂的這個關鍵礦產要去動腦筋。你看。舉例而言，稀土就是一個，但稀土大概只能現在在西方、在巴西、在蒙古或者是在日本的那個南鳥群島。然後呢，鎳礦是一個，那這是很清楚，在印尼，對不對？那可是我覺得背後都會有美國的這個身影在這邊，所以它可能是從一個跟中國競爭的這種稀有礦產的這種爭奪或者是攔阻，但是。這個就太遙遠了吧？你要揮兵進入到馬利去拿下馬利，我覺得這個報紙也真的某種程度也大概是刻意製造出來的一個新聞了哈。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情況會提醒到所有美國當初在反恐戰爭以及從阿富汗到伊拉克的這些問題，為什麼法國打不下來，俄羅斯拿不下來，那而美國就可以拿下來？我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美國也拿不下來，而且美國可能會更淒慘。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